Merci, professeur. À bientôt. 妈，你的法语说的可真好啊！真的吗？嗯，我刚才说法语了吗？是啊，蔡妈妈，您刚才一直说的是法语。那我是不知不觉中说出来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法语啊！天呀，我居然会说法语了！对呀。Comme c'est joli. Ça te plaît? C'est vraiment beau. Ça te plaît? Est-ce que je peux essayer? Wow. Merci. Merci. 哎呀妈！你吓我一跳你！啊，怎么了？什么事这么高兴啊？你看妈今天啊挣了多少钱？天哪，妈你挣这么多呢？我不仅会挣这么多钱，我还会说法语呢。是吗？哎呀，妈，这都是你做香绣挣的？是啊，我可太开心了，太高兴了。你的香绣让法国人认可了，我替你高兴。你赶快收好了。来了。今天蔡妈妈可高兴了，就差在大街上跳起来了。Aujourd'hui, je vous invite à prendre du café. Chacun d'eux. Un café ça je fais. Comment ça, un café? Avant, Rose, un verre d'eau toute la journée. C'est vraiment bien pour le patron. Aujourd'hui, 2 cafés chacun. 哎，你有没有发现，咱妈刚才跟咱们对话用的全是法语？妈，你的法语可以算得上突飞猛进了。还真是啊！我现在不知不觉的就能把法语说出来了。儿子，这多亏你做的那些卡片啊，真的有用。我把那些卡片贴得满墙都是，抬眼就能看见。另外呢，我没事的时候就到公园去，这样啊，不仅能够练习我的法语，还能够推销我的香绣呢。儿子，以后我也可以为你们的大业出力了。我要多多挣钱，做你的后盾啊！妈，等我们事业有成了，您的儿女，还有许许多多翻身做主人的中国人，都会谢谢你在法兰西的经历，都会感谢你的。哥，福森，走，小心。哎呀妈，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出什么事了吗？是有件事儿，我做了个决定啊，想得到你们的支持。妈说什么我们都支持。对啊，你说什么我们都答应。我不是最近卖香绣有点积蓄吗？我就在学校附近啊看了看房，看好了一间，房子是不大，但是够我们一家人住。最重要的是我能给你们做饭呢。我算了一笔账啊，我们的伙食费、住宿费，加上你在外面租公寓的钱，其实也差不多了。你们的意见呢？妈，这还用商量吗？我觉得住在一起挺好的呀。你说我们大家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多好，是不是？对啊。景瑜啊，其实还有一间房我是留给你的，你愿不愿意过来呀？啊？你们是一家人，我去不合适，我暂时就不去住了。暂时就意味着，早晚会成为一家人。再吵。我准备编一套马克思主义的丛书，我准备把丛书分为4个部分：一是无产阶级发展与壮大的大事；二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4种利器，即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三
是世界革命的联络方法；4是俄国革命的形势。我要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发展与形势全部的介绍给我们同胞。盒子，你来法国之后啊，奋斗目标更明确了。我想，这些理论是不是对国内润之他们很有帮助啊？好，妈呀，就拼命的秀，你呢就认真的写，妈保你写书吃饭没问题。谢谢妈。这几天总是下雨，听说豆腐厂的生意不好，我带你去巴黎吧。什么时候学会浪漫了？那是因为我在爱情方面也是要进步的嘛。哎，你别说，我觉得我的文章进步了很多。是吗？是啊，你写问题的角度更广了，而且更深刻了，写得不错啊。你这还是第一次夸我。你的思想上有很大的进步，在教育认知问题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当然要夸你，并且以后还要不断的夸你。我深切感受到，不能光靠教育就过。没错，现在的政权不推翻，说什么都没用。工农是潜在的伟大力量，只有组织工农与黑暗势力直接斗争，才能救中国。要用马克思的思想去研究妇女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是研究问题的指路明灯，更是我们的法宝。妇女解放，只有人民夺取政权后才能真正实现，否则都是空谈。我完全赞同。以后我们要多读马克思的书，这样才能寻找更多的革命真理。没错。刚才看那些言辞，让我真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喧哗浪漫的巴黎，竟然有一个如此庄严肃穆的圣典。是啊，先贤祠是先前留给法国的惊人财富。我今天带你来到这里啊，就是想在这先贤面前共同思考，如何为人类共同的核心价值去努力奋斗。景瑜，法兰西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革命、热情、爱情、理想。你呢？是革命的热情和理想主义的气息。我们现在在塞纳河的左岸，
有位哲人说得好：左岸是政治，右岸是经济。是啊，左岸和右岸给人的启示，左岸是理想化，右岸是物质化。左岸是梦想，右岸是现实。左岸是我，右岸是你。不，我们中间没有塞纳河，我们不是左岸右岸，我们是塞纳河水共同的流向，向上同盟。好一个向上同盟！景瑜，我是你的同盟，不，你是我的同盟。景瑜，今天我们来到巴黎，在这美丽的塞纳河畔，我想实现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什么心愿？我要正式的向你求婚，你愿意吗？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你们俩真的结成同盟了？是，我们俩结成同盟了。我们把我俩的诗作全部都定在一本书上了，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向上同盟》。古语说：“诗言志，志合一”，好一个向上同盟。这诗合在了一起，人也合在了一起，我是不是也该改口叫嫂子了？对呀，赶紧把婚礼办了吧，给景瑜结婚准备的礼服我都做好了。妈，这结婚不还得要轿子吗？我看呀，就免了。我和景瑜呢商量好了，我们俩呀要办一个新式婚礼。嗯，那不管新事旧事，只要你们俩在一起就好。妈，自从我爱上景瑜以后，我发现我们以前不结婚的豪言显得多么苍白。这人的一生啊，就是要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成长，很正常。妈，您说这话还挺有哲理的。我可不懂什么哲理，我只知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们以前啊总说自己是不婚主义，那个时候我就想，你们只是不要那种封建包办婚姻，那新式婚姻还有你们这种革命理想相结合的婚姻还是要的嘛。还是妈最善解人意。这件衣服可真漂亮，锦衣姐，锦衣姐，怎么了，蔡莎？这件衣服特别漂亮，你穿上肯定比仙女还美。这衣服也太好看了吧！这是我特意给你做的，明天结婚穿。啊，谢谢妈。可是结婚穿这件衣服，怎么啦？不是，我平时穿粗布穿习惯了，这种衣服我穿不习惯的。结婚当然要穿得漂亮，你先去试试吧。不是啦，妈亲手做的，这种衣服我真的穿的不习惯，改天再试。妈，那我现在就穿上试试，给您看个够。妈，我和景瑜办的是新式婚礼，用不着这些的。再说了，他从小也不穿这样的衣服，就别让他穿了吧。
们是不是伤透了妈妈的心啊？没事，我妈不会在意的。可这毕竟是妈的一片心意。都怪我，不就试穿一件衣服吗？没事。在这儿，你过来。哎，去劝劝咱妈去。哎呀，去劝劝。盒子哥和景瑜姐一直说您开明，谢谢您支持他俩自由恋爱。他俩决心要做20世纪的新人，不要旧的婚嫁习惯，这也是反封建啊。反封建我赞成，办新式婚礼我也拥护，但穿件新衣服怎么了？穿件新衣服就是封建吗？哎呦妈，这您就不懂了。这结婚是2颗心的结合，这叫心心相印。这结婚呢，又是2个人志向的合一，这叫志同道合。所以啊，干嘛去在乎那些形式呢？但这是我的心意，因为他结婚我专门做的。我儿子结婚，我一个当妈的不能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意吗？能。景瑜姐之所以不想在婚礼上穿这件旗袍，一是因为她从来不习惯华丽的服饰，更重要的是，她想彻底破除掉旧式婚姻习俗。你看妈，在中国，老式的婚礼埋下了多少骨头，这热热闹闹的结婚场面背后，又酝酿了多少悲剧啊！你不用说了，讲道理我比你懂。我就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妈，您是一直支持妇女解放的，这次就依了景瑜姐吧。毕竟是他结婚，他自己高兴就好。我依了他吧。妈，刚刚景瑜姐看见您生气了，都急得快哭出来了，我看了都心疼。这孩子也真是，这点小事他哭什么呀？赶紧进去看看，别让他着急了。你别说，你穿妈给你做这件旗袍，真的很漂亮，这才像一个新娘子嘛。真会说话。妈，我穿上您给我做的旗袍了，好看吧？好看。妈不为难你了，你们不是想要新式婚礼吗？就按你的心愿办。妈，都怪我不懂事儿，对不起。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旧式婚姻害惨了女人，你大姐庆熙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妈支持你们办一场崭新的结婚仪式。谢谢妈。谢谢妈。恭喜恭喜，大喜大喜！新人到了。同学们，今天是我哥和景瑜姐结婚的大喜日子。此前，他们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一次完全自由结合的新式婚姻。既然是新式婚姻，我们就应该举办一个新型的婚礼。新郎新娘说了，今天不拜天，不拜地，只拜我们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好。
家毛妹子真是长大了。是啊，何森，你这婚礼办的也太简单了吧？哎，这叫喜事新办，再新办，喜酒喜糖也不能免了吧？有，有啊，来，有喜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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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伯母，再简单，婚宴可不能少啊！不少，待会儿啊还有辣子面呢。还有面好吃啊！好，上师来了！拍照了啊！新郎新娘拍张照。哎，等一下，这也太简单了，哪有这么简单的结婚照啊？来，行，可以。妈，你把我被子拆了。OK， allez， 3、2。attendez。拿上你们俩最喜欢读的书。好。OK，allez， 3、2、1。来喽！来，我们让新郎新娘讲两句好不好啊？好。那我就说两句。向上的风，吹着向上的云。向上的梦，牵着向上的心。向上，飞啊！向上，翔吧！共同飞翔，步步向上。这是我们在赴法的游轮上和在蒙达尼的这些日子一起写的诗，诗集的名字就叫做《向上同盟》，请大家扶正。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祝福你们，并送你们4个字：比翼双飞。好，来抱一个。刚到的货，我这还有呢。这是今天上午的，看一下。哎，别走，我看看，今天上午到的。哎。别跑！快！妹子，救救我！救救我！你没事吧？你是李先生对吗？我是蔡妈妈学校的甄妹子。你是甄妹子？发生什么事儿了？不要怕，快把我扶起来。来，慢点儿。走。这儿，慢点，慢点。我看一下伤在哪儿。先不用看我，帮我个忙，帮我把这封信送到城西郊外的金坡村，村里住了湘军，一定要亲手交到他们手里。啊，好。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
口令。我是自己人，我是送信的人。给谁送信？我给你们师长。有枪！别开枪！别开枪！说，这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什么人？什么事啊？报告连长，这个人说他是送信的，但是发现了一把手枪。给你送这封信的人呢？他受伤了，我把他藏在个院子里。你认识这个人吗？我认识他，他是以前我们女校的老师，他叫李香山。对，全对上了。这个人应该是师部侦察队长李香山。快，带几个人，跟这位姑娘去把李队长救出来。我去跟司令汇报。是。快快走。来这儿，把这个搬开。拿着。对，就是李队长。来，慢点啊。爸，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爸，你看我给你带啥来了？哎呦，盒子结婚了啊！这个书呆子啊，总算有女人跟他了。哎呀，难怪这个向锦瑜啊住在咱们家。恐怕是早就对上眼了。爸，盒子景瑜那叫志同道合啊！哎，你们看啊，这个盒子啊，像不像过去的状元？像，真像。哎呀，你妈呀是倔了点儿，但还真有能耐，在国外都不用我操心，硬是把盒子的婚事啊都给张罗了。爸。我妈那个香绣品啊，那在法国是可走俏了。妈本来还想让大姐去呢，可惜大姐走不了啊。啊，她是走不开。你妈真是辛苦了。哎，他们俩结婚，怎么手上还捧着一本书啊？啊，润之说这本书啊叫《资本论》。资本论？嗯，这个资本我知道，就是钱的意思。可这个论是论什么呀？这咱们就不懂了。你们是不懂，我懂。啊，这个论啊，就是讨论，就是想着啊如何挣钱啊。这个想挣钱啊，就是好事情啊。还是爸学问高。毛妹子，你说这河水能流到咱们老家洞庭湖吗？千条江河归大海，所以洞庭湖、老家的美水、涓水，最终都会和这条小河汇聚在一起。妈，今天是爸的生日，你想家了？想。以前啊，咱们一大家子在一起，天天吵吵闹闹、热热闹闹的，也不觉得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们三个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惦记着，总觉得缺点什么。我把哥的结婚照寄给爸，这应该是爸最喜欢的礼物。他收到照片得多高兴啊！你爸呀，就盼着你两个哥哥结婚，现在总算是如愿以偿了。你爸
庆熙，还有令征，他们3个就是咱们在中国的家。也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记不记得今天是你爸的生日？你大姐应该替我给你爸煮了碗长寿面吧。你爸明年就60岁了，我每天都盼着他身体健健康康的，等着咱们回去了。这一大家子还得团聚呢。这水可真像咱们家乡的娟河。不对，那娟河可比这儿美多了，绿绿的，翠翠的。这个季节荷花应该都开了，我好像能看到荷叶镇。咱们荷叶镇呢，就是一张巨大的荷叶，孩子们一到夏天就没完没了地在上面奔跑，多美呀！妈，哎呦，你们来了，看我这多愁善感的，还是不够坚强。坚强未必不多情。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最富有人情味儿的母亲。我记得秋瑾阿姨跟您说过，只有母亲强大，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才会有出息。您看，我们都在学您呢，一个会比一个坚强的。你们都是有出息的孩子，我心里觉得特别骄傲。这样，跟妈回家，妈今天给你们煮面，你们替你爸爸一人吃上一大碗。妈，虽然我们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但是有妈妈给我们做榜样，一切困难都阻挡不了我们追求真理的步伐。妈，我的朋友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都是在法留学生的重要人物。现在有很多的同学正在来法国的路上。萧子升的弟弟萧子章他也要来。哦，那孩子呀，小嘴可甜了。以前在刘家台子，总是跟我说伯母长，伯母短，可招人喜欢了。是啊，子章来了，希望他能多做做他哥哥的工作。何森，润之兄来信了。啊？我看看啊。哎，润之这在祝贺我们呢。我念给你听啊。哎，你们2人将自由恋爱过程中的赠诗汇编成集，题名《向上同盟》，以示革命理想事业向上的同盟，我为之一喜。这样的结合实在是对千年封建礼教的重重一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为首领，向封建制度做出挑战。润之兄在鼓励我们呢。是啊。哎，子升也来信了。子升兄来信说啊，他想拟邀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来蒙达尼开会，进一步探讨新民学会的发展方向，这问我们意见了。开会当然可以，但是他跟你们的观点不一致，你们又要争论。每次你们争论的时候，妈都特别担心。我相信，妈总会明白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干脆这样，我们直接把所有的问题全部放在桌面上，我将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的主张。但你的主张要有鲜明的观点，这样才能说服萧子升。对，
我的核心点非常明确：要想改造中国，必须在中国建立政党。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对，我们应该明确地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太好了，我第一个支持你。太好了，我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酝酿很久了，我马上写信把我们的想法告诉润之。我相信，成立中国共产党一定是民心所向。你啊，就像上足了发条的钟，永远都不停摆。最新日报，虚张运动成功了，张敬尧被赶走了。最新日报，虚张运动成功了，张敬尧被赶走了。最新日报，虚张运动成功了，张敬尧被赶走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哦，这妹子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她还帮助我们湘军完成了对敌人司令部的围剿行动啊！哎呦，我能提升为团长，还有她的一份功劳呢。哎呀，看您说的。不过这些日子让您操心了。您客气了。不成敬意。哎呦呦呦！你看你，还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这可咋好啊？你坐。我还有事儿。哦，好。清溪，来。李先生。清溪，咱们长话短说。我有个想法。甄妹子不单单是我的救命恩人，她也唤起了我对生活的希望。这事儿本来应该由葛大姐来做媒，既然她不在，这个媒啊，就由你来做。你帮我跟黄婶好好说说，让她把甄妹子嫁给我吧。李香山说服了我妈。是啊，你是没听见，这李先生啊，真是用尽了浑身解数，这软磨硬泡啊，才让黄婶答应了下来。这看起来啊，这李先生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怎么了？你是不是担心姚妹子那儿没法交代？我们几个虽然不是亲姐妹，可感情胜似亲姐妹的呀。当年李香山拒绝了姚妹子，我担心她。姚妹子，姚妹子，快坐下。淑珍姐，你不用担心。要怪，就怪姚妹子没这个福分。其实，当年也是我自己一厢情愿而已，还让李先生不惜因此离开了学校。既然你是他的救命恩人，他又因为你对生活重燃了希望，我就应该祝福你们。况且，李先生还教过我一些功夫，
那他就是我的师傅。身为徒弟，怎么可以对师傅有想法呢？所以呀，我要祝师傅和师娘永远幸福快乐。表妹，好，这就对了，这才是好姐妹呢。表妹子，欣欣姐，我们是共患过难的姐妹。以后你们要是遇到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一定。舍不得你。哥，子章。张张，我去喝了没事。哥。heureusement que tu es revenu。路上顺利吧？顺利，哥。何森兄，景瑜姐，我们终于在法国相遇了。欢迎你。子章，一路辛苦。真是辛苦。何森兄算是深有体会了，在船上感觉度日如年，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法国来。子章，你要是孙悟空就好了，一个筋斗就翻过来。哥，我不是孙悟空，我们是八仙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子章，我妈肯定在门口等你。你看，哎，妈在门口了。哎呦，欢迎啊，欢迎子章，欢迎子生来我们家啊！妈，你们等很久了吧？还好，许你们去马赛接他们，就不许我们站这接你们呀。这俩兄弟啊，都是热心肠，又善解人意，在长沙的时候就经常来我们家玩。这大老远的到法国来，我哪能在屋里坐得住呀？是不是？快请进吧！啊，咱们院里说。走。谢谢。蔡伯母，我们终于在法国相见了。您看起来气色很好啊。难得你们两个来蒙达尼，这次一定要多住几天，咱们好好聚一聚。我呢，还做湖南的辣子面给你们吃，但是咱们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啊，不许吵架。妈，我们那不是吵架，我们是争论、辩论。妈，我们要讨论周国该走何种道路的问题。这次召集西民学会来这儿开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个根本问题。唉，争论可以，吵架不行。咱们湖南人大老远的跑到法国来吵架，那是要让人笑话的。妈，他们都长大了，已经不是伢子了，您就不用担心了。俗话说，香香伢子做牛叫，嗓门太大，我怕你们吵起来，那把邻居都给吓跑了。争论啊，也要讲究语气，人与人交流，语气很重要啊。说你呢？行，我知道了，妈啊，我向你保证，我们到时候的语气一定要稍微和谐一点嘛。妈，你放心，我和子征一定听您的话。蔡伯母，您放心。我们只争不吵，更不会把邻居吓跑。是啊。何三，快看，今天是个大晴天，看来我们今天的会开定了。快起来，去学校了。太好了，这老天有眼，批准我们开会呢。他们看什么呢？我去看看。去吧。景瑜姐，你把《共产党宣言》都抄纸板上了，想的可真周到。哎，子生。哎。这是你有意安排的吧？这是我的主意。我认为这样不妥。这有什么不妥的？你们是同盟，当然意见一致。可这分明是先入为主嘛？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观点写在纸板上？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子生兄，你说这样的话就有点不妥了吧？我相信啊，今天来的人都会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的嘛。
你呀，你真是个理论家，什么道理你都懂。吵什么呢？不是说好了不吵了吗？毛妹子，把板子拿过来。子成啊，板子也拿走了，我俩也不用吵了啊。我们可以开会了吧？开会，开会，来，大家开会。他们吵什么呢？没吵，就是争论。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大家意见如何？大家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感言。这样，我先说2句吧。我觉得这个宗旨呢，比我们学会成立之初的宗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性风俗的宗旨，更是前进了一大步。你看这帮伢子还真听话，我说不吵就不吵了。我看不见得，会议才刚刚开始呢。不能吧？昨天答应我的，不会再吵了。好，经过2天的深入讨论，我们大家一致同意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这一点上，大家意见是一致的，值得庆贺。改造中国与世界，大家无异议。但是路该怎么走，该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下面大家就这个问题，充分发表自己的高见。那我先说2句吧。我来到法国以后，读了很多的法文报刊，对各类的社会学说进行了对比和研究。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在俄国取得成功。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世界之良方。将来我们中国的革命也是可以进行效仿的。何三，你是说中国也要效仿苏俄？对，中国要像俄国一样建立政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政党的名称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中国共产党。我同意何森的观点。我不同意何森的观点。啊，子成，有什么不同意的观点？你可以给大家讲讲。我认为，在中国最好的道路就是无政府、无强权的普鲁东主义新式改良革命。靠军事力量所取得的变化，只能造成暴力。不对，善良的希望只是空想。请问，无政权能改造社会经济制度吗？无政权能保护革命吗？即使你说的改良有一定进展，那么请问，被打倒这些阶级，难道就不会卷土重来？那么实业救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反正我反对一切国家、一切强权，反对暴力革命。我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无政府主义诸君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人人都要绝对的自由，那是不可能的，也办不到的。是绝不可能。说什么呢？痴心妄想。争论。这个会没法再开下去了。我再重申一遍，我坚持我的观点，绝不动摇。啊，同学们，开饭了！来吃饭吧。先吃饭吧，先吃饭。走，吃饭吧。这种事3五句话根本说不清楚。子生兄，蔡有森，你总是这么顽固，你企图说服老朋友相信你的主张，这是不可能的。快去追！子成，怎么了？妈，您快去看看吧。你招呼大家吃饭。哎，子生兄，要么这样，我不说，你说行不行？你们这2个伢子，吵也好，争论也罢，那总得吃饭呀，吃饱了才有力气吵架嘛。你们
是不是都忘了为什么来法国了？你们为的是心中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现在倒好，你们两个领导先闹分裂，你让那群人怎么办嘛？你们这样，真的是辜负了你们的恩师杨昌济教授。子生啊，盒子脾气急啊，你消消气，别跟他生气。子成啊，要么这样，今天这个会呢，就先暂时不开了，行不行？行，明天接着干。子成兄，你果然是气度不凡。到时候啊，尽管放开陈述你的观点，我尊重你，尊重你的才气，更尊重你的选择。就是，无论如何，团结都是第一位的。你们都是做大事的伢子，团结了才能做大事嘛。蔡保姆，你说的对，我们会把分歧搁置一边。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一定以团结为重。你别笑啊，你也给我表个态。好，妈，我给你表个态，就像您说那样，以团结为重。走，吃饭去啊！我做了一上午呢。走走走走。妈，子胜他们来了。蔡保姆，请。呀，您这是做面包啊，还是做馒头啊？做面条啊。今天不是你们开会的最后一天吗？我和菜场商量，给大家加个餐，就叫团结餐。谢谢，谢谢。蔡保姆，您看，您跟这位同学想一块儿了。他买了很多吃的，就是为了给咱们团结餐加点内容。哦，这位同学是？哦，我忘了介绍了，他叫李富春，我们都叫他李富翁。这些吃的都是他买的。蔡伯伯您好，我久仰您的大名了，今日相见啊，三生有幸。你怎么买这么多吃的呀？在法国都是勤工俭学，哪儿来的富翁啊？以后别买了啊！伯母，你别担心，我呀是第一批来法国的，而且一直在做工，有些积蓄，您别客气。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和森兄的妹妹蔡畅。对，没错。你可真大方，带了这么多东西。就冲这一点，欢迎常来我家做客。好。你们家的煤油炉怎么这么大烟啊？以后欢迎你常来啊。哎，前2天开会你怎么没来呢？是今天才来啊？伯母，因为啊我不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所以会我没有参加。但是我听说会议非常精彩，这不特意过来学习学习。子生，那你赶紧带他去吧，我们做好了就给你们送过去。走吧。哎。这小伙子心真细，我正愁没肉吃呢，他就给送来了。哎呦，叫什么来着？李富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李富春，你说在法国挣钱那多难呀？他应该是做技术活的吧？有技术才能赚到钱呀。这2天的会议争得很激烈，你说这李富春去了会场，会不会对我们新民学会大失所望啊？不会，他们答应我了，不愁。天，吃得好。哎，这位是？同学们好，大家好。啊，他叫李富春，也是咱们湖南老乡，长沙人。他是第一批来到法国的，一直在北方做工，
听说我们新民学会在这儿开会，非常想来听一听。来，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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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非常欢迎非会员的声音啊！大家好，我是李富春。今天啊，我是特意来学习的。年初的时候，我跟李文翰、张坤娣几个人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就是想通过勤工俭学这条道路，找到救国的真理。富春兄，既然你话说到这儿了，我忍不住插上两句。今天本来是不谈主义的，很遗憾，前几天的会议你没有来。我相信，你和我还有在座许多会员，都有不少共同语言，这叫英雄所见略同。是很遗憾啊，你们在会上关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我没有听到。但是前几日，李维汉同学跟我说，蔡和森同学关于走俄国10月革命道路的主张，我非常感兴趣，所以啊，我也决定就搬到蒙大尼来。这样一来，也便于向和森兄就近请教。不敢当，不敢当。富春，以你的经历，你不相信普鲁东主义，实在是有些可惜啊。子成，我倒是觉得，你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更为可惜。我认为各走各的路没什么不好。你主张的俄式革命固然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那是以牺牲为代价。为达到目的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宁可不去行动。我们要的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无产阶级不先发制人，进行阶级革命，那么必然就会受制于资本主义，那么革命的时机就会错过。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出现，再过几百年，受压迫的同胞依然不可能翻身。别说几百年了，你就让我等5年，我也等不起。受压迫的中国老百姓也等不起。要革命，当然会有牺牲的。既然我选择了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革命，我何惧牺牲？我用司马迁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决心吧：以义以难，视死如归。和森，佩服你的勇气。可是，哥，妈让我过来说一声，我们的法式香味大餐准备好了。大家一会儿就可以用餐了。好，我知道了。蔡成来得太及时了，我们还是放下主意，先填饱肚子再说吧。再争论下去，你们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我提议，把争论的内容汇总成文，寄给润之，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如何？这个会没法再开下去了，散会吧。哎，这。走吧，没法开了。哎，哥，你好。你好。君子和而不同，别在中间和稀泥。哥，我怎么能是和稀泥呢？今天不聊主义，这是你在会上跟大家宣布的呀。可李富春说到这儿了，我怎么能避而不谈？哥，你消消气儿，咱们吃饭去吧。哎呀，子生，我妈都把饭做好了，先吃饭去吧。吃什么吃？我气都气饱了。哎，子生，子生。嗯，人呢？这饭都拿来，人都去哪儿了？子豪，哎，人呢？他们又吵起来了。子生说散会，就都走了。又吵起来了？都吵走了？不是说好不吵了吗？妈，他们不吵是不可能的。往哪儿走了？朝那个方向走了。子生，哥，子生，哥，子生，别这样吧。子章说的对，我们分别给国内润之写信，征求国内会员的意见，可以吧？我肯定会写的，你们回去吧。哥，君子和而不同。子章，你有没有自己的主见啊？当然有啊，但是我说出来，怕你更不高兴了。好啊，那我到洗耳恭听，听听你这可爱弟弟是怎么反对我的。子生啊，蔡伯，别走啊！是不是盒子惹你生气了？蔡伯，没有。人各有志，无需强求。你赶紧给他赔礼道歉。伯母，
我们虽然意见不一，但这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情。好，好，那吃了饭再走。伯母，真的不用了，我时间很紧，我还要赶火车，巴黎还有事情等着我。那也得吃完饭再走啊，总不能饿着肚子回巴黎吧？谢谢您，真的不用了，伯母。对不起，我不是有意要这样做的。用什么方法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虽然存在着不同的主张，但是我相信，历史会给出我们正确的答案。蔡伯母，让您操心了。对不起，孩子，我会再来看您的。再见，保重。保重。蒙达尼会议后，蔡和森和萧子升分别给国内的毛泽东写信，陈述自己的观点。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再次给毛泽东写了长达6000多字的信，信中再次提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由此，蔡和森成为了建党前正式以书面形式提出中国共产党全称的建党主张者之一。妈，哎，李富春来了。伯母，富春来啦。换个炉子吧。哎呦，这个烟是真大。是。上次来家里啊，看你做饭，被这炉子呛得直咳嗽，我就想着给你做个新的，这回试试这个好不好用。慢点，慢点，别烫着。哎，放心。你看富春这孩子就是心细啊，知道咱家炉子不好使，人家就给做个新的。这回试试，估计啊，烟就小了。试试吧，这回应该差不多了。好像是不冒黑烟了。嗯。富春啊，哎，快坐。哎。你这么能干，多大了？和我们家毛妹子谁大呀？应该是我大吧？我大，我比李富春大。你哪年的？光绪26年。哟，那是同年呀。比月份。我5月的。也是同月。同月也得比个日子吧。22。我赢了，我比你大，我是5月14号，比你大8天，你得叫我姐，快叫姐。我叫姐，大姐。富春啊，你哪里人啊？哦，我祖上在长沙三星街开了个扇子铺，我是在那儿出生的。怎么这么巧呀？蔡昌的大姐也在那附近开了家裁缝店。是吗？我记得我是在三星街46号长大。嗨，一提起这个地方啊，就想起饿肚子的日子。受了不少苦吧？吃苦是免不了的，不过其实也很感谢那份经历，这样也让我以后在法国的时候能接触那些生活在法国社会底层的人。天下乌鸦一般黑，对于穷苦人来讲，法国也不是什么天堂。对了，伯母，
你看，这个是我写的小说，报纸上刊登了，叫《一个法国兵的忏悔》。李富春，你还真是厉害啊！看来没有什么是你不会做的。是啊，能文能武的，还会写文章。伯母又夸我了。我在工厂做工的时候啊，掌握了钳工技术，与此同时，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情况。我就想啊，我要把我看到的、想到的，都写在上面。我一直在思考，法国虽然比中国先进很多，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一切不平等的背后，都有经济压迫的原因。说得对。听说你们工学力进会很受做工的同学喜欢。是，我们成立勤工俭学力进会啊，就是想在勤工俭学生当中倡导相互勉励、工学互助，为实现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做好准备。可是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啊，很难。不说这个了，这萧子生走了以后啊，连封信都没来过，都怪我在会上不了解情况，乱放炮。不，这不怪你。我哥和他的争论由来已久，迟早都是要爆发的。现在挑明了，反而更好。富春来了，何三兄，景瑜姐，吕富豪来了。嗨，看来我们又要改善生活了。你们俩，我去做饭啊。妈，我帮你。不用了，我来就行。那行，富春，我们进去吧。好。王妹子，富春这孩子真不错，能干又实在，还厚道，还会写文章。妈，你都夸了他半天了，你要再这么夸下去啊，他就该飞上天去了。好吃吗？好吃，伯母。就多吃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好，我吃完这碗啊，我再添2碗。你吃那么多，到时候长胖了，走不动路了，还怎么闹革命？大姐，你呀，就让我先把这碗面当革命一样把它革掉，好吧？哦，对了，润之又来信了，何森，快跟大家说说吧。润之完信说啊，他对我在蒙大尼会议上提出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十分赞同，而且他还说，对我的见地没有一个字不赞同。我就觉得润之会赞同你的观点。哎呀，妈，还是你最了解我。还有我呢，我们俩可是同盟啊。同盟。我也是你们的同盟。对，我也是啊。不过，你从无政府主义转变过来，速度还真快，我们欢迎你。谢谢大姐对我的鼓励。说实话，转变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回头我会召集工学力进会的人开会，让更多的成员加入我们的组织。这一下，我们的同盟就更壮大了。我呢，也是坚决的支持。一会儿啊，我就给陈福秀先生写信，进一步说明我们的观点，我们要征求他的意见。好。看来子生这次回国，就这个问题上，还要跟润之一搏呢。我的小菩萨，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来，快坐，快坐。你赶紧给我们讲一讲在法国的情况。是啊。我们在法国新民学会会员7月份召开了蒙达尼会议。我不是不同意共产主义原则，但俄式共产主义，我绝不能接受。你不反对共产主义原则，又不接受俄式共产主义，什么意思啊？我认为，在苏俄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的权力太大，而个人却微不足道。这个人怎么微不足道了？他们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了呀！这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利益，这是起码的原则。有国才有家嘛。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个人必须为国家的利益而做出牺牲啊！又是牺牲！
这就是问题关键所在嘛。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人的原则去帮助另一部分人，也不同意为了未来的幸福而牺牲个人。小菩萨呀，小菩萨，你就不要再空发慈悲了，好不好？有奋斗就会有牺牲，如果没有牺牲的话，何谈改造中国和世界呢？要达到目的，要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宁可不去行动。子生兄，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信仰都去哪儿了？恕我直言，我的信仰就是普鲁东主。我现在就是要奉劝你和和森，你们不能越走越远。子生兄，你先坐。我跟你说，我也信奉过无政府主义，我也搞过新村计划。但是当我了解了中国的现状，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农民，我才发现，无政府主义根本就救不了中国。我们都需要改变，我们都应该根据中国的现实而进行改变。你、和森还有我们3个情同手足，但是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而去改变我们自己的信仰。和森给我写信了，信里也明确地提出了，他也支持建立中国共产党。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对于和森的观点，我没有一个字不同意。对于你俩极端的观点，我没一个字同意。我很佩服你的直率。8月中旬，陈独秀先生等就在上海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就叫共产党。和森给我来信，也提出了建党的主张。我们都共同的主张，尽快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这个政党的名称就叫中国共产党。既然你们都做了决定，还来问我干嘛？因为我们是挚友，我想争取。对不起，恕我不奉陪了。好，不奉陪就不奉陪。既然这样的话，那就人各有志，不得强求。从今天开始，你去做你的绅士，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告辞。从此，萧子升与情同手足的挚友毛润之、蔡和森分道扬镳。新民学会经历了3年的曲折发展，78名会员中有37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有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已陷入无工可勤、学何以俭的境地，生活遇到了严重危机。在法找不到工作的中国学生，从即日起一律遣送回国。这是解决目前生活与求学困难的唯一出路。太无理了，我们应该去公使馆。去公使馆。对，找他们去。多长几个心眼儿，眼睛放亮点啊！哦，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快进来，快进来。哦，老太太，能小心点啊，哈哈，小心点。啊，大家都坐，都不要客气啊。同学们，今天公使大人事务繁忙，由我来为大家解决问题。鄙人姓王，任秘书一职。有什么话大家好好说，我们可以商量嘛，好不啦？我们希望公使馆能出面，帮忙解决勤工俭学生做工难的问题，筹备一些资金，帮助困难同学。现在马上要解决的是发放补助金。这件事情，你们看啊，这么多同学一时找不到工作，这也很正常嘛。现在法国正经历着战后的经济萧条，再说我们好多同学是不是很多工作也不愿意做呀？先生，也不能怪学生，工钱太少了，有的时候做工还拿不到钱，根本无法生存。政府发放的补助金，因为国内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没有到咱们公使馆。哎呀，这件事情我们几乎是1周催一次。
我希望大家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啊，我们慢慢为大家来解决，好不好？王秘书，你要我们还要等，你还要慢慢解决。现在都已经死了一个中国人了，你知道吗？老夫人，你息怒啊！我怎么息怒啊？死了的不是你的孩子是吧？那跟我孩子一样，我心疼。你算中国人吗？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同胞就这么无动于衷，这么冷漠呢？不，老夫人，您不知道啊，这件事情我们几乎是天天都在催呀。哦，你一天催一次，那留学生的补助金才到了一半儿。那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些钱去哪儿了？被谁揣起来了？什么时候发给学生？老夫人，这个钱，我们希望公使馆能急留学生之急，想留学生所想。那是肯定的嘛。我们留学生现在所想的就是希望政府追加经费。好，这样子，我们再电告国内政府追加经费，好不啦？我们留学生信任你，希望尽快有答复。好，我们尽快答复你们。你可是答应我们的。对，我们就看你的行动了。一定。希望你言出必行。好，是。走了。国内当局停发补助金，法国当局又拒绝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做工，华法教育会又着急跟我们撇清关系。不可能这么巧合。没错，国内当局对我们这些留学生漠不关心，而且又勾结法国当局拒绝我们留学生做工，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分析的有道理，要不咱们登个报，发个声明，戳穿他们的阴谋。对，我们绝不屈从，屈从了就是死路一条。我们要针锋相对。没错，一定要针锋相对。中法政府都害怕我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乃一丘之貉。首先，我们要争生存权，争求学权。没错。这样，我们先分散到各地，把各地的勤工俭学生全部动员到巴黎来。对，把他们都叫回来。我们要利用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集体的力量和他们斗争。蔡伯母，蔡伯母，哎呀，可算碰见你们了。您来了啊？我听景瑜说他们到这儿来了，见到没有啊？没有啊，没见着啊，没有。今天有事儿啊？哎，有点事儿，就是我们在这等通知。什么通知啊？哎，蔡伯母，没什么事儿，真的没什么事儿。同学们，他们非要把我们勤工俭学生全部赶出法国，他们才肯罢休。我们应该结合起来去巴黎，去示威。对，去示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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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别叫我妈。妈，和森是怕您操心，你们心里还把我当妈，还有我这个妈。哎呀，好了，妈，这事就不瞒您了。你们本来就不应该瞒我。妈，我们这是去示威游行，可您这双小脚又嫌我脚小，又嫌我老，是不是？我不就是用这双小脚带着你们从湘乡到长沙，从长沙到法国来的吗？妈，您别生气了。我为了你们几个，做什么都愿意。我为了支持你们，我豁出命去都行。你们今天要是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我还不相信了，我非跟他们辩出个是非来不可。妈，确实是我们不对，我代和森向您道歉。道歉就不用了，带我一起去巴黎。好，那依您的。你看看你们做那标语，那都是纸糊的，那风一吹还不吹跑了。
妈写的真仔细，就得写在这布上，像你们写在纸上，风一吹就跑了。还是妈妈想的周到。求生存权，求生存权，求读书权，求读书权，求生存权，求生存权。妈，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我不是勤工俭学的学生一员啊。是，你能来，当然能来了。你们也真是的，大家一起来的法国，一起来读书，现在不能读书了，就要一起斗争，为什么瞒着我？哎呀，妈，这次游行可非同寻常，那不是动动嘴皮子就完事儿了，那说不定和军警还有冲突，会有危险的。哦，你让我在家等着，看着你们危险呀，那还不如让我来，一起跟你们面对困难。妈妈豪气冲天。对，我们用气势压倒他。哎，一会儿我们所有女生站在最前面，我就不相信他们敢对女人施加压力。对，一会儿我们女同学都站到最前面来。何森，哎，陈烨，我组织施耐德炮厂的学生来了。太好了，让我们团结起来，争生存权、求学权。何森呐，这样的状况真是始料未及啊！如今你可是出了大名了，你在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上的革命和建党主张，都传到我们那里去了。我佩服你的胆略和学识。听说这次游行是你带的头，我们就赶来了。同学立进会的人，大部分都来了。太好了，傅纯，你让这些同学在女生后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好，同学们。